勇气是能站起来侃侃而谈，也能坐下来静静倾听。对于没受过教育的人来说，阅读引文书是件好事。我喜欢微笑着战斗的人。我们应从遭受苦难的心中获得呼吸、生存的方法。学习历史，学习历史，历史中有一切治国之道。这世上有许多可怕的谎言，最糟糕的是，其中一半都是真的。建设可能需要多年的缓慢和辛勤工作，但摧毁可能只是一天的鲁莽行为。要进步就得改变，所以要完美就要经常改变。你能向后看得越远，你就能看到越远的未来。伟大的代价是责任。当老鹰沉默时，鹦鹉开始喋喋不休。人们偶尔会被真相绊倒，但大多数人都会振作起来，然后匆匆离去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当风琴师在房间里时，永远不要和猴子讨论。面对危险的威胁，绝不能背对着它试图逃避。如果这样做，危险就会加倍。但是，如果你毫不退缩地及时应对，你就会把危险减少一半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总是准备好学习，尽管我并不喜欢被教导。成功是从一次失败到另一次失败，但不失去热情的能力。广义上说，短词是最好的，而古老的词语，当它短时，是最好的。勇气正确地被认为是人类品质中的首位，因为有人说它是保证所有其他品质的特质。每一天你都可能取得进步，每一步都可能是有成果的。然而，在你前方将会是一条永远延伸、永远攀升、永远完善的道路。你知道，你永远都不会到达终点，但这远非令人沮丧，反而增添了攀爬的喜悦与荣耀。历史将善待我，因为我打算写下它。态度是小事，但能造成很大差别。成功不是终点，失败不是致命的。真正重要的是持续前进的勇气。如果你正经历地狱，继续前行。你有敌人吗？很好，这意味着你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候曾经为某事站出来。政治是预测明天、下周、下个月和明年会发生什么的能力，并在事后有能力解释为什么它没有发生。那些能够很好地打赢一场战争的人很难达成一个好的和平，而那些能够达成一个好的和平的人从未打赢过战争。如果你不愿在可以轻松获胜且无需流血的情况下为正义而战，或是在胜利触手可及且代价极低的时候选择退缩，那么你可能会遭遇那种被迫战斗、生存机会岌岌可危的困境。更糟糕的是，你可能会在知道没有胜利希望的时候也必须战斗，因为宁愿死亡也不想像奴隶般生活。绝不应相信任何战争会轻松顺利，或者认为踏上这场特殊之旅的人能完全预测他会遭遇的潮汐和飓风。那些屈服于战争狂热的政治家必须明白，一旦作战的信号被发出，他便不再掌控政策，而成了那些无法预测、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奴隶。我们塑造我们的住所，之后我们的住所塑造我们。我们不会失败或动摇，我们不会变得虚弱或疲惫。无论是战斗中的突如其来的冲击，还是长时间的警戒和努力，都不会使我们崩溃。只要给我们工具，我们就会完成任务。什么是足够？足够根本不是一个标准。只有一种责任，只有一条安全的道路，那就是努力做正确的事，且不害怕去做或说你认为正确的事情。在我的一生中，我经常不得不收回我之前的言论，我必须承认，我一直发现这是一种有益的饮食。每个人每天都应该扪心自问，
自己是否过于轻易地接受消极的解决方案。当背后有一个坚定的目的时，人们可以取得多大的进步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大学的首要职责是教导智慧，而不是一门职业，教导品格，而不是技术细节。在现代世界，我们需要很多工程师，但我们不想要一个充满工程师的世界。在金融中，所有令人愉快的事情都是不稳固的，而所有稳固的事情都是不愉快的。我只能说，我从酒精中得到的东西比酒精从我身上得到的还要多。这就是教训，永远不要屈服，永远不要屈服，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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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任何事情上，无论大小，除了荣誉和良好判断力的信念之外，永远不要屈服。永远不要屈服于武力，绝不屈服于敌人明显压倒性的力量。生活中最大的教训是要知道，即使是傻瓜，有时也是对的。所有最伟大的事情都是简单的，许多都可以用一个单词来表达：自由、正义、荣誉、职责、怜悯、希望。世界的整个历史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：当国家强大时，他们不总是公正的，而当他们希望公正时，他们常常不再强大。我喜欢猪，狗瞻仰我们，猫看不起我们，猪把我们当作平等。如果我们开始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争吵，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未来。试图看得太远是错误的，命运的链条一次只能抓住一环。我们尽力做到最好是不够的，有时我们必须做需要做的事情。胜利的问题比失败的问题更令人愉快，但它们同样困难。在极度的复杂性中，强烈的简单性浮现。持续的努力，而不是力量或智慧，是释放我们潜能的关键。这不是结束，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，但这可能是开始的结束。悲观主义者从每个机会中看到困难，乐观主义者从每个困难中看到机会。以上是我们精选出的温斯顿·丘吉尔智慧格言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帮忙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次见。